虽然这个阶段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恒星终点，但它确实会加速终点的到来。例如，对于初始质量在100个太阳质量的这类恒星，通常会以 1b 或 1c 型超新星走向终点。如果其质量在太阳的145到250倍之间，可能还会形成一种罕见的不稳定对超新星。这是一种会彻底毁灭恒星的爆炸，也就是说不会留下中子星或黑洞。另外，沃拉星的光谱让过去的天文学家感到困惑，不仅是因为它们宽广的发射线，还因为它们几乎没有氢。这与沃拉星的氢胞层被吹散，露出了富含氦的高温内层有关。因此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看到的是恒星的内核，这其中除了氦，还有碳和其他重元素。因此，我们就需要根据恒星的元素组成对它们进行分类。它们之中大部分光谱都是以电离氦和氮为主的 WN 型，另一些则以电离氦、碳和氧为主的 WC 型。在极少情况下，氧会超过碳，这些恒星被称为 WO 型。不过，不管是哪种类型，光谱中出现这种重元素，都预示着这颗恒星即将走向终点。但在终点之前，沃拉星会引发一些特殊的宇宙事件。这些事件不仅壮观，同时还在星系生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首先，它们猛烈的恒星风会向星际介质注入能量，压缩附近的气体，而这正是一种能够引发新恒星形成的推动力。有时，这些恒星风还会雕刻出美丽的球状星云，例如著名的沃拉 31A。这个星云约有2万年的历史，目前仍在以每秒约365千米的速度膨胀。不过，这些恒星为它们的星系提供的最重要的礼物其实是尘埃，因为即使氢胞层消失，恒星也不会停止吹散物质。届时，它将继续向太空喷射重元素，由这些元素凝结而成的微小尘埃，对银河系的物质循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因为它可以吸收并散射有害的紫外线，以保护脆弱的氢分子云免受破坏。同时，它还能帮助这些氢云更有效的冷却，即通过吸收原子和分子碰撞产生的能量，并以红外线的形式辐射出去。冷却这一点极为重要，没有它，气体云就无法坍缩成原恒星。最后，尘埃本身也是形成行星和生命诞生的重要元素，而尘埃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像沃拉星这样的恒星。早期天体物理学在解释星系中到底有多少尘埃时，总是遇到一些问题，因为尘埃实在是太多了。至于现在，科学家们认为其中一个可能的来源就是沃拉星。这些恒星很可能产生了星系尘埃的很大一部分。例如，在这个由韦伯拍摄的美丽的沃拉140照片中，它的中心就是一颗沃拉星，在其周围环绕着数层星际尘埃。乍一看，这些环可能像是某种图像尾影，但实际上这确实是由尘埃形成的真实样貌。只是奇怪的是，尘埃竟然如此接近这颗沃拉星。因为在天体物理学中，尘埃有点像雪，它应该在平静凉快的环境中逐渐成长，所以在像沃拉星这样炽热的天体附近并不常见。因为即使这样的恒星正在向太空喷射碳、氮或氧，但周围区域通常也热到这些物质无法凝结成尘埃。那么在这里，尘埃为什么不仅能形成，而且还能以如此特殊的方式存在呢？答案就是沃拉140并不是一颗恒星，而是一个双星系统。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天文学家就注意到尘埃环似乎与这对双星的轨道周期相吻合，约为8年。这让科学家们怀疑尘埃是在2颗恒星最接近时形成的。前面我们说过，即使在主序带上，O行星也会产生强大的恒星风。因此，当2颗恒星靠近时，它们的风会相互撞击，使速度减慢，再逐渐冷却下来。这将导致每靠近一次，就会形成一层新的尘埃壳，像洋葱一样包裹着恒星。除此之外，尘埃还可以有其他的形状，例如双星甚至可能是3星的沃拉104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螺旋。这其中的主星是一颗沃拉星，另一颗是 B 型星，运行轨道相距仅2个天文单位，公转周期约241.5天。这意味着天文学家几乎可以实时研究这个系统的动态。至于这个螺旋尘埃尾，很可能是通过恒星风的相互作用，由与沃拉140外壳相同的过程产生的，即随着系统的旋转，尘埃被带向外侧，形成了一个连续的螺旋。同时，在其他沃拉星系统中，我们也观测到了类似的螺旋尾，因此天文学家将它们归入了一个独立的类别——风车星云。最后顺便说一下，沃拉104曾在2008年上过热搜，因为研究人员在论文中提出这个系统发生伽马事件暴的概率不为0。